欢迎来到 Anime Source， 一个关于影视游戏动画的频道。Sekiro Shadows Die Twice 这款游戏应该是单机游戏里难度最高之一的游戏了。游戏由 From Software 开发，与同属公司的魂系列相比，游戏少了诸如角色设计和职业装备升级等角色扮演的元素，也没有多人模式。Sekiro 战斗机制也不是常规直接的削减生命值，而是攻击扰乱消减敌人的体力值以解锁必杀一击。而这削减敌人的体力值机制就好像模拟真实对战的情况一样，也就是因为这个机制 ，Sekiro 跟以往 From Software 的魂系列相比有很不同的感觉。而要削减敌人的体力值最快的方法就是 parry 敌人的攻击，然后持续攻击对方。敌人的所有招式都有一个模式，所以玩家必须记得这些模式来对敌人做出判断攻击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些攻击就像是一种旋律，玩家必须跟着节奏来做出反应。敌人的攻击有分不同的次数，有2下到6下的连击，而有些连击会在攻击1到2下之后停顿，再做出下一个攻击。这样的停顿设计很容易混淆玩家是否要继续攻击还是防守。因为这些招式攻击会弄得敌人的攻击时间变很长，所以玩家只能细心等待下一个减疗来对敌人做出攻击。在这个削减体力的游戏机制里，玩家必须持续跟敌人过招。这里有个细节的动作是，如果 parry 敌人攻击的话，敌人会左右切换挡开的动作，对玩家本身一样。这个简单的切换动作其实在大多数游戏里是很少见的，通常就只用一个方向处理。这样左右弹开的动作，我想是开发人员要模拟真实情况下的反应，类似这样。然后玩家受到重创的时候，会有特别回避滚的动作出现，然后恢复到正常状态下又变成普通的回避。想想看，如果 Sekiro 的普通回避方式是像 Devil May Cry， 会变成什么感觉？而这些细节的设计加上来，让游戏打斗起来多了一份真实感。这款游戏也继承了 From Software 一贯的无过场动画叙事的方法，来直接把 BOSS 带进来。BOSS 通常会直接在 Gameplay Camera 出现，就是玩家还能控制角色在游戏里操作的时候 ，BOSS 会一起出现。这样的方法能够直接给玩家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因为如果用过场动画来交代 BOSS 的出现，这样玩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会在体验上少了突如其来的感觉。拿 Guardian App 来说，在杀了他的第1条血后，其实还有第2条血，但是 UI 上并没有显示，然后过了10几秒后，他又会站起来。现在看，如果有过场动画出现来告诉玩家，这可能减低对于游戏的体验。也很明显，开发人员是特意做出这样的设定来给玩家惊喜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动画师可以省下人力去做别的东西，这样的操作省功夫，让玩家对游戏有更多的代入感。但并不是说没有过场动画就好，因为有些剧情还是需要过场动画来呈现的。这集就说到这里，有什么想法又或者是想我做更多类似这样的视频，请在下方留言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集见。